她把2个女儿分别嫁给了2个儿子，自己既当婆婆又当丈母娘。但你绝对想不到，这4个孩子没有一个是她亲生的。这个女人叫阿尼帕，她和丈夫连自己的孩子都养不起，却在40年里陆续收养了19个不同民族的孤儿。这一天，刚放学回来的大儿子阿尔曼行为有些反常，他并没有像往常一样狼吞虎咽，而是趁母亲不注意，偷偷拿起自己那半块馒头揣进怀里就往门外走。阿尼帕看到了这一幕，他叫住儿子：“干嘛？”“妈妈，我在外面碰到一个野娃娃了。”“野娃娃？脏兮兮的。”“在哪儿？”“在石头墙那边。”“你吃饭去。”出于母亲的本能，阿尼帕立刻放下手里的饭，来到了屋外的石头墙边，看到一个小孩子在那儿哭。“你家在哪里？”可无论怎么询问，那个孩子就是不说话。于是他轻轻拉起那个孩子，将他带回了温暖的毡房。他把自己那份还没动的糊糊和半个馒头递了过去，看着孩子狼吞虎咽的样子，想必这孩子得几天没吃饱饭了。阿尼帕看着他的脏帽子，刚想摘掉，孩子就发出了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。他这回并没在意，等饭后给孩子洗脸擦身时，他才发现竟是个女孩子。原来你是女孩。女孩名叫王彩霞，是个汉族孤儿。她尝试再次摘掉帽子，可已经和头皮粘在了一起。孩子的衣服得先解决，于是她连夜拿着自己的旧衣服来到裁缝铺，让裁缝改成适合彩霞穿的大小。回家的路上，她路过一辆停在路边的马车，灵机一动，从车轮轴上刮下了一些润滑用的黄油。回到家，阿尼帕将黄油抹在手上，又在火炉边烤热化开，然后轻轻地捂在彩霞的帽子上。热油一点点软化了干结的雪茄，她小心翼翼地将帽子摘下来，而彩霞这次也强忍着疼痛。接着，她又连夜带着彩霞去了卫生院。医生虽然给清洗上药，但遗憾地告诉阿尼帕，她的情况太严重了，8成治不好，可能没有希望再长头发了。大夫，她可是女孩，不管花多少钱，也要治好她。不是没有什么法子了，要不你再到别的处看看。而彩霞此时则在外面哭着，头发对于一个女孩来说是多么的重要啊！由于家里突然多了一张嘴，那日子变得更加紧张。夜里，一家10几口人挤在毡房的大通铺上，最小的孩子尿床了。阿尼帕一边哄着孩子，一边爬起来，把尿湿的褥子拿到火炉边烤。刚烤了一会儿，屋外又下起了大雨。阿尼帕又冲进雨中，整理好防雨的篷布。他就像一只老母鸡，用单薄的翅膀努力为这一大群孩子遮风挡雨。粮食眼看就要见底了，阿尼帕做饭时连平日里炒菜用的油都要一省再省。就在这时，去乌鲁木齐帮人送牛的丈夫阿比包回来了。孩子们高兴的都围上去喊着爸爸。阿比包慈爱的摸着孩子们的头，但他很快注意到了角落里那个陌生的汉族女孩。她是谁呀？她去红旗公社找哥哥迷路了，我就带回来了。他是个沉默寡言但很务实的男人。他看着满屋子的孩子，眉头紧锁，家里已经快揭不开锅了。他决定要把彩霞送到公社去，让公家管。我明天正好去公社汇报，我带她去找家人。此时的阿尼帕内心很不舒服，为了给彩霞治病，阿尼帕拿走了丈夫打铁辛苦攒下的一点积蓄。可丈夫却说这日子以后怎么过？阿尼帕坚定地说，既然老天爷让她来到这个世上，就有她一口吃的，我们有手有脚，多干点活不就行了。接着阿尼帕四处求医，听裁缝说以前有个兽医治好过类似的脓疮，他便死马当活马医，买来兽药膏给彩霞涂抹。奇迹真的发生了。一段时间后，彩霞兴奋地跑来，阿姨，你看我！阿姨，你看我！看我呀！彩霞，头发长出来了，孩子，我真的长出来了。彩霞的病好了，但她心里还挂念着哥哥。原来彩霞父母双亡，她和哥哥王云辉不愿寄人篱下，跑出来流浪，结果走散了。阿尼帕二话不说就带着彩霞去红旗公社找哥哥。在采石场，他们找到了正在干活的王云辉。哥哥，哥哥，彩霞，彩霞，哥哥，彩霞，哥哥，彩霞。
听到妹妹叫陌生女人妈妈，她提醒妹妹，我们只有一个妈妈。就这样，云辉也被接回了家。阿尼帕还给他准备了文具和书包，让他重新去上学。然而，家里的负担更重了。为了养活这一大家子，阿尼帕找到了在屠宰场工作的同学，揽下了一份洗羊下水的活计。寒冬腊月，河面结了厚厚的冰，他要凿开冰面，将双手伸进刺骨的河水中，一遍遍地揉搓清洗腥臭的羊下水。但每当想到清洗一副下水能挣3毛钱，能给孩子们换来粮食，他就觉得这一切都是值得的。这天早上，阿尼帕醒来发现丈夫不在身边，她走到河边，看到了那个平日里反对她收养孩子的男人，正蹲在冰河边帮她清洗着羊下水。她则心疼地帮丈夫搓手哈气，这份沉默的爱是支撑这个家走下去的最大动力。接着，公社张主任要出门几天，将一个名叫安然的孤儿送到了阿尼帕家暂住一段时间。看着张主任的恳求，他又能说什么呢？于是家里的孩子越来越多，矛盾也开始多了。这天，彩霞跑过来告诉阿尼帕，云辉和阿尔曼打了起来。阿尔曼是阿尼帕的大儿子，本该独享父母的宠爱，可现在这份爱被分成了10几份。原来是阿尔曼以为这双新鞋子是给自己买的，可云辉却说是阿尼帕阿姨给他买的。我们要鞋是阿姨说给我买的。是这样吗，妈妈？当被儿子质问时，阿尼帕急忙把儿子拉了出去。阿曼，我跟你爸爸都商量好了，云辉的鞋实在是太破了，该给他换换了。妈，我也要参加运动会啊。阿曼，你是哥哥，还让着弟弟。我只比他大1岁，妈妈。娘俩拉扯间，阿尔曼不小心把母亲推倒在地，他赶紧将母亲扶起，母亲却让他把鞋子拿给云辉。可阿尔曼气不过，直接把鞋子摔在了地上。阿尼帕叫儿子将鞋子捡起来，可倔强的阿尔曼死活不肯动。他见儿子这么不懂事，一气之下甩了他一巴掌。你是不是我亲生妈妈？你给别人做妈妈我都不怨你，可你还打我。这一巴掌打在儿子身上，疼在母亲心里。晚上，阿比包得知此事，也忍不住责怪妻子：为什么打他？就是为了那双鞋？我告诉你，你再不能为了别人打他。接着阿比包说，家里原本只有9个孩子的口粮，现在足足17个娃，根本不够分，孩子们都得饿着啊。可阿尼帕也很无奈地说，孩子既然进了咱们家的门，吃不饱总比饿肚子强，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。话音刚落，阿比包猛地起身收拾起衣服。阿尼帕以为丈夫要抛弃这个家，瞬间绝望地哭出了声。谁知阿比包只是拿着衣服去了裁缝店，把自己的旧衣服改小，给孩子们每人做了一件新衣服。当看到丈夫为孩子们穿上新衣的时候，阿尼帕破涕为笑，轻轻捶打着丈夫的胸口。我还以为你不要我们了呢。学校运动会那天，阿尔曼和云辉互相换着那双新鞋比赛，这份兄弟间的情谊让云辉跑得格外卖力，最终拿了第1名。那天晚上，阿比包特意去借了8个鸡蛋给孩子们改善伙食，虽然人多蛋少，每人只能分到一点点，但那是孩子们吃过最香的一顿饭。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，几个大一点的男孩决定帮妈妈分担。于是就在这天周末，4个男孩自告奋勇去帮妈妈送洗好的羊下水到屠宰场。路过爸爸的打铁铺时，太久没吃肉的他们动了歪心思。我有个主意，你们想吃肉吗？在哪里？就这样，几个孩子在炉火旁烤起了羊肠子。阿尔曼还小心翼翼地将门关上，之后他们幸福地吃起了这人间美味。然而因为害怕被发现，他们吃完后匆忙离开，却忘记了完全熄灭灶炉里掉出来的火星。就这样悲剧发生了，火星引燃了干草，大火迅速吞噬了打铁铺。当阿比包赶到时，他赖以生存的铺子已经化为灰烬，那是全家唯一的经济支柱啊。他发疯似的想冲进去抢救工具，被邻居死死拉住。看着废墟，这个坚强的男人崩溃大哭。因为急火攻心加上试图救火受伤，阿比包一病不起，家里的顶梁柱倒了。阿尼帕感觉天都要塌了，但邻居们没有袖手旁观，大家拿着冬不拉和手鼓来到他们家，用歌声和音乐安慰这个遭受重创的家庭。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，精神的相互支撑显得尤为珍贵。好消息接踵而至，因为阿尼帕收养众多孤儿的事迹感动了上级，政府特批了一套大房子给他们住，每月还增加了
补助。张主任还给阿尼帕在库兰山里的一所小学找了一份做饭的工作，收入比洗羊下水稳定得多。虽然要走很远的山路，但阿尼帕干劲十足。然而命运似乎总在考验这个家庭。不久后，山区发生了雪崩，小学被积雪掩埋，停课了。一对在那所小学读书的孤儿姐弟也没了去处。民政局本想带走他们，但他们死死抱住阿尼帕，看着那一双双渴望的眼睛，阿尼帕那句不行怎么也说不出口。雪崩不仅让阿尼帕失去了工作，还带回了2个孩子。回到家，阿比包看着又多出的2张嘴，无奈地叹了口气。加上之前被亲戚接走又跑回来的安然，家里现在有了19个孩子，阿尼帕终于累得看着病榻上的妻子，阿比包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。他联系了远房表哥，打算送几个孩子过去寄养，减轻妻子的负担。那天晚上，阿比包把孩子们叫到跟前，开始点名。被点到名字的孩子瞬间哭成了泪人。爸爸，我以后不再海吃肉了。爸爸，以后一天吃一次，只吃晚些吗？看着眼前哭成一片的孩子们，病床上的阿尼帕心如刀绞，他挣扎着坐起来，用尽全身力气喊道：只要爸爸妈妈有一口气，这个家的19个孩子永远在一起。可这天由于太饿了，阿尼帕其中一个养子在学校偷了同学的窝窝头。就在2人即将开打时，云辉急忙赶来，为了保护弟弟，不小心将那个男孩推倒在桌子下，于是云辉被送进了少管所。此时病情还没好利索的阿尼帕急忙追出去，可是云辉已经被带走了，但他们还得继续想办法活下去。由于新家的锅太小了，做一次饭要分好几锅，夫妻俩想起了被雪崩压塌的那所学校食堂里有一口废弃的大铁锅，于是他们冒着严寒在那片废墟中挖了整整2天，终于把那口直径1米多的大铁锅挖了出来，像台宝贝一样拉回了家。孩子们在院子里帮爸爸一起垒起了一个巨大的灶台。那天也是古尔邦节，为了庆祝云辉从少管所释放回家，也为了庆祝节日，阿尼帕特意在饭里加了半颗土豆。孩子们和往常一样排着长队，依次等着可口的玉米抓饭。孩子们，今天是古尔邦节，云辉也回来了。平常吃的都是稀的，今天咱们吃顿干的。虽然只是简单的玉米饭和少许土豆，但在那个年代，这就是最盛大的宴席。阿尼帕悄悄把自己碗里的饭拨给了几个小一点的孩子。妈妈，这真好吃，这叫什么饭呀？这叫玉米抓饭。这一幕被懂事的彩霞看见了，阿尼帕赶紧假装碗里还有饭，这时彩霞才放心的继续吃饭。转眼到了1984年，10年过去了，昔日围在大锅前的小手都变成了有力的大手。孩子们长大了，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，大女儿彩霞接过了政府给的一个招工名额，去工厂上班。但工厂有规定，必须剪短发。那是妈妈用无数个日夜，用那双被烫伤的手帮她失而复得的头发，但在家庭责任面前，彩霞含泪剪断了那条长长的辫子。孩子们一个个有了出息，阿尔曼参军去了部队，安然去了北京追寻自己的音乐梦，云辉成了家里的顶梁柱，阿比包则时不时的回去打扫下让他们一家子活下去的那口大锅。果子熟了，在树上留不住，儿女到了年龄，在家里待不住。接下来在阿尼帕的张罗下，家里办起了喜事。2对互有好感的孩子阿尔曼和阿依古丽，彩霞和张建军在同一天举行了婚礼。阿尼帕这一天既是婆婆又是丈母娘，笑得合不拢嘴，也就是我们开头的一幕。然而生活并不总是圆满的。在一次暴雨夜，破旧的老灶房摇摇欲坠，休假在家的阿尔曼为了保住那口养大了19个兄弟姐妹的大铁锅，不顾危险冲进了危房，可是屋底却瞬间塌了。那口大锅保住了，但大儿子阿尔曼却被永远埋在了那个雨夜。白发人送黑发人，阿尼帕和阿比包的心碎了。但在葬礼上，看着阿尔曼留下的孩子，看着那口依然坚固的大锅，他们知道爱的血脉没有断，它在延续。时光来到了2010年，阿尼帕早已是满头白发的老人，阿比包也已病入膏肓，躺在病床上，但看着儿孙满堂，他眼里满是欣慰。这一年，他们的事迹传遍了全国，他被评选为2009年感动中国10大人物。本来因为担心老伴的身体，阿尼帕不愿去北京领奖，但在孩子们的劝说下，71岁的他还是站在了那个舞台上。颁奖词这样写道：不是骨肉，但都是他的孩子。他展开羽翼，撑起他们的天空。在他的家里，水浓过了血，善良超越了亲情，母爱最珍贵。
此时此刻，在万里之外的阿勒泰老家，病床上的阿比包看着电视里的妻子，眼角流下了浑浊的泪水。当阿尼帕捧着奖杯匆匆赶回时，在飞机上他感到一阵莫名的心悸。等他赶到医院，儿女们的哭声印证了他的预感，那个陪伴他一生的男人安详地走了。电影《真爱的故事》到这里就结束了，但它带给我们的震撼却久久不能平息。这部影片没有华丽的特效，没有跌宕起伏的悬疑，它用一种近乎纪录片的质朴镜头，讲述了一个关于生存与爱的奇迹。阿尼帕妈妈和阿比包爸爸用他们并不宽厚的肩膀扛起了19个孤儿的命运。看着影片最后那个有着200多人的大家族全家福，你会明白，水确实浓不过血，但爱绝对可以超越一切。我是七菊，我们下期再见。